见过僵尸的都知道，尸变从来不是随便发生的。同样是入土下葬，偏偏有人化为枯骨，有人却异变成为僵尸。99%的人都不懂这其中的差距根源。今天我就站在道教传承视角，给你拆解背后真正的底层逻辑。先声明，本期内容取材于民间传说与道教典籍记载，仅做故事分享、娱乐参考，请理性看待，相信科学。先说正常的，尸体为什么会变成骷髅？人死之后魂升天，魄归地，肉体本来就是蛋白质，在微生物和氧气的作用下慢慢腐烂液化，最后只剩白骨。这个过程道教叫归尘，正常情况下3-5年就足以。变成骷髅代表魂魄各归其位，不会再纠缠世间。你去看老坟里挖出来的骨头基本都是这样。那什么样的尸体才会变成僵尸？道门古经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与真告中早有隐秘记载，尸体不腐根源在于七魄不散。人活着靠魂和魄，魂属阳，主宰精神，魄属阴，主宰肉身本能。人一旦离世，元神之魂自然离体，肉身七魄本该随之消散，但若是生前怨气郁结，心事难了，这股执念之气就会牢牢锁住七魄不散，留住七魄，也就是传说中僵尸的最初雏形。它没有神智，没有七情六欲，只剩维系肉身不腐的本能。所谓追寻生人，吸纳阳气，也都是民间对这类意象的解读。传说里有3种情况最容易引发尸变，最后一种老一辈基本都听过。第一种，死不瞑目，怨气聚后，横死冤屈而终之人，临终执念与恨意散不掉。很多地方老人离世会用重物压住胸口，不是封建迷信，只是民俗里安稳气场、平复执念的一种方式。第二种，风水养尸地，有些地界阴气扎堆，地气闭塞，土壤格局特殊，连草木都长不出来，尸体葬进去，微生物难以滋生，肉身不易腐化，还会被民间认为常年吸纳地底阴气，时间久了通体发白，生出绒毛，就成了白僵。若是村里有坟头常年光秃秃不长草木，在民俗说法里多半就是气场极阴之地。第三种，阴差阳错，借气扰局，天雷过境，月圆极阴之时，天地气场本就紊乱，极易惊扰地下遗骨。还有民间一直忌讳的一幕，黑猫从逝者遗体身旁跨过，黑猫秉纯阳之气，这一跨容易搅乱周遭格局，在传说中很容易诱发尸变。僵尸也分等级，一级比一级阴邪难对付。白僵刚成型，通体白毛，行动迟缓，畏惧鸡鸣狗吠与生人阳气，普通人都能近身避开。白僵常年吸纳阴气滋养，慢慢蜕变成黑僵，浑身黑毛，气力大增，不再惧怕家禽阳气，但依旧忌惮日光明火。跳僵就是影视剧里最常见的形态，四肢僵硬，只能蹦跳，蛮力极大，寻常刀棍根本伤不到分毫。跳僵历经数百年阴气沉淀，可化为飞僵，能凌空穿行，隐现无形，不再嗜血，专吸生人本源精气。被这类气场缠上的人，隔天浑身酸软乏力，精神萎靡，求医也很难查出症结。再往上的旱魃、营沟属于上古神话里的僵尸始祖。山海经有载，旱魃所到之地，赤地千里，大旱连年。古时候一旦久旱无雨，民间便有旱魃现世的说法。所以你看，变成寻常枯骨还是传说中的僵尸，只取决于2样：生前的执念怨气，死后安葬的地气格局怨气不散，则七魄难散。葬入阴煞之地，则肉身久不腐化。入行修行这些年，我实地走过不少山野古坟、荒郊乱葬地，也听过很多常人理解不了的奇闻异事。多数人只盲从民间传言，被影视剧带偏认知，从来不肯沉下心，从正统道藏与阴阳文化本源去深究背后的底层逻辑。世间所有尸变阴煞类传说从来都不是凭空杜撰，归根到底都逃不开人心执念与地气兴衰。看懂了底层逻辑，很多人就会好奇，万一真碰上传闻中的这类阴煞该怎么办？电影里常演的糯米、黑狗血、桃木剑只能应付最底层的白僵、黑僵这类传说设定，遇到跳僵往上的层级，雷击木法器、诛杀镇煞符箓，还有道门至刚至正的雷法。除此之外，民间茅山、正统轻微等道法文化流派也多有克制阴煞尸邪的记载与法门。我常跟身边人讲，普通人不必执着斩妖除魔，只需修好1-2门正统修身法门，不求显化神通，只求遇事能看透本质，辨明阴阳气场，懂得自守护身，知机避险，便足以安身立命。
其实比僵尸传说更可怕的，从来不是虚无的灵异异象，而是有心人利用封建迷信、旁门左道害人谋利、南洋降头、坊间旁门所谓炼尸油、养小鬼之类说法，都是利用人心弱点行骗作恶。这类险恶人心远比传说里的阴煞更该提防。你身边有没有听过老家坟头常年不长草，夜里有莫名怪声的民俗异闻？很多人喜欢道家阴阳文化，想读懂格局、辨明气场，找不到正统门路，只会被网上碎片化杂论带偏。往后我只拆解正统道藏本源，结合实地走访的真实感悟，从根基帮大家建立正知正见。想要踏踏实实了解道家文化、修身养心的，跟着我慢慢沉淀就够了。最后再补一句，本期纯属民间传说故事演绎，相信科学，切勿迷信。